梅雅，也许是偶然，心跳有些慌欧阳，现在这么晚了又打不到车，你想让他被淋死吗？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毕竟他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。装作不在意，偷看你一眼，我藏起了对你的遗憾。忽然间发现，心被你填满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。梅雅，像漂泊的船，渴望能靠岸，再大风浪也不能阻拦。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？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。开门！褪去浮华的简单，直到永远。上车！护士，他怎么样？患者啊是肺部感染，还好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。如果再这样烧下去啊，后果会很严重。他现在啊，一般的消炎药已经起不了作用了，我们给他打了有针对性的消炎药，很快就会起效果了。谢谢。打完这瓶告诉我啊，还有4瓶要打。好。欧阳，无论你之前和林美雅发生了什么，毕竟她现在病了，我们理应留在这里照顾她。放心，我不会介意的。我去给你买点吃的，等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最不希望你受到伤害的是我，最不希望你难过的人也是我。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你，我不敢看你的眼睛，我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，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。相比告诉你真相，我宁愿你恨我，
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哥哥守着你。爸，小雅怎么样了？她没事了，你陪陪她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，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，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，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底。这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原因吗？这就是最快让林美雅死心的办法吗？我还自作多情的以为你喜欢我。对不起，思雨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是真的想跟你试一试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愿不愿意接受我。即便我知道你这么做全都为了林美雅，即便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拒绝你。欧阳，我也是个有骄傲、有自尊的女孩子，我并不是对谁都这个样子的。我为了你从法国休学回来，我为了你甘愿去做林美雅的备胎，那都是因为我爱你。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爱上了。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伤害我。思雨，林美雅是我的妹妹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我会好好努力去爱你的。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。
叔，醒了？我怎么在医院里啊？慢点。感觉好点了吗？嗯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回家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跑到俱乐部去呢？就算去，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去？昨天晚上，我是去给欧阳还戒指的。回来的路上就下雨了。我想过给你打电话，但是我的手机被水淋坏了。后来你就晕倒了，是欧阳还有徐思雨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。太丢人了，我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他刚打完消炎药，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。他就交给你了。一点都不丢人，我反而觉得你很勇敢。面对每一段人生经历，你都能有勇气去向他告别，这一点我都要向你学习呢，真的。林美雅，你这个大傻子！你在我哥俱乐部怎么都能让自己淋雨淋到住院呢？你怎么不给我哥打电话呀？你让工作人员给你派辆车把你送回来，或者你干脆就在那开个房住一宿，今天早上再回来呗。你就别说我了，我在那个时候脑子根本就转不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就应该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去呀。我听我哥说，徐思雨那个贱人也在。这欧阳怎么换路数了呢？他以前从来不让女的陪他一起去俱乐部的。啊，说够了没有？妈不是让你带饭来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今天早上妈一直跟我叨叨叨，我早就来了。你俩饿坏了吧？这个是妈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爱心早餐，还叮嘱你们一定要全部吃光。我给你们放这儿了，我走了啊。你去哪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？妈还交代了。说你们俩一起共进爱心早餐的时候，我最好消失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所以我现在要滚了，请慢用。等一下，那你去车里等我吧，一会儿带你俩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啦，赶快下车。请慢用。哥，你要带我们来的地方就是老店呀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的天哪，哥！小雅，黎东给咱的老店盘回来了。行啊，你哥，你也太浪漫了，我都快哭了。小李说，因为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最不喜欢听到你说“可是”这两个字，好吗？所以，请你不要先拒绝我。我这么做，
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。你们家店在这条老街上风风雨雨，应该有10几年了吧？我相信不单单是你对它有感情，所有吃过你们家店小龙虾的客户，都会对它有感情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那些怀念你们家味道的老街坊、老邻居们啊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林家排档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那么的温馨，那么的热闹，味道那么的美，对吗？我把这家店盘下来的钱，就当做是对林家排档的投资吧。这样，我出钱，你出技术还有管理，你呢，占这家店51%的股份。每个月的月底啊，我会亲自来查账，到了年底，你还得给我一份最终的年终报表，还有第2年的工作计划表。你觉得这样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好了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正式是林家排档的大股东，你有1票的最终否决权。那么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行了，是不是还得放炮啊，土豆？对，我都忘了。吉时已到，快放炮！如果不是因为欧阳，我们俩还会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不好意思，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，那我先走了。梅雅，你能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吗？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时常会想起我们2个在法国的日子。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我希望你不要怪欧阳，他是有苦衷的。欧阳选择瞒你，是怕你知道真相后承受不起，所以他才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来保护你。但是我觉得，你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哎呀，你就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？有什么意思啊？前段时间，欧阳忽然消失，你一定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吧？他去了泰国，去找了杜若楠，你的同胞姐姐，并且把她带回来跟欧伯伯做了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为有血缘关系。哎呀，你和杜若楠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。
徐思雨，你真的没有必要编造这样的谎言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往后，我是不会再纠缠欧阳的。这不是谎言，就算是撒谎，也是你爸爸在撒谎。这是林叔见欧博的那天晚上亲自告诉欧伯伯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杜若楠，他现在就住在欧家。欧博和欧阳选择瞒着你，是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会接受不了。欧阳还特意叮嘱我，不让我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不告诉你的话，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哎呀，你不再是孤儿了，欧伯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而欧阳虽然跟你同父异母，但他也是你的亲哥哥。我知道，造物弄人。其实我觉得走错了路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刹车。其实亲情比爱情来得更长久。想一想，有欧阳这样的哥哥也是挺好的。我都有点记得你。缘分真的很奇妙。我相信，没有人在爱情面前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，我之前伤害了你。哎呀。我们可以回到从前，还做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思雨告诉你的。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你不知道比较好。你打算躲我一辈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。我就知道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就知道，你在分手的时候跟我说的那些狠话，都是骗我的。说明我没看错人。虽然老天跟我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，但是好在我们错的不那么离谱。这段时间，我想了无数种你跟我分手的理由，唯独没有想到的，却变成了事实。
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决绝地跟我分手。好吧，就让一切回到咱们在飞机上拿错箱子之前吧。你还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欧阳，我也还是那个满怀热情的林美雅。思玉也没有帮我换头等舱，即便我们两个人真的在飞机上遇到，也只是打一个照面而已。这样，你觉得好吗？而你原本就是要娶思雨的，你们门当户对，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一起的。思雨很兴奋的把你介绍给我，我依然会很激动，但那只是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你太多花边新闻，看到你，我还是会很兴奋。我会很兴奋地告诉你，在法国，你差一点撞到的那个人是我。我还会很兴奋地告诉你，曾经我们两个人坐过同一班飞机。但是私底下，我一定会很严肃地去提醒思雨，让他一定要小心那些网红和模特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记忆都被我更改了。欧阳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走了。也许是偶然，心跳有些慌乱，怎么会开始期待你出现？装作不在意，偷看你一眼，我藏起了对你的依恋。忽然间发现心被你填满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。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，像漂泊的船，我就告诉你。渴望能靠岸，在大风浪，那我等着。也不能阻拦，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？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，褪去浮华的简单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跟人事部签了3个月的试用期合同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的行政助理，负责你工作上的一切大小事务。你别跟我闹了。我没跟你闹。怎么，欧总不欢迎啊？欢迎。欧总。 这个是今天和明天的行程安排，请过目。思云坐。怎么啦？你去找林美雅了？他来找你了？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他？你不觉得？ 他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吗？他是个成年人，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。况且，只有知道真相后，他才能迅速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们2个也好认清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回到各自正常的生活轨迹当中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 没错，那就好。她是你的妹妹，我是她未来的嫂子。以后呢，我们2个人都要对她好。你工作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，但是当我看见欧阳的眼泪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本准备独自承受这一切的他，比我更痛苦，也比我更勇敢。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个人漂泊在大海上，那么的孤独无助。我现在唯一能够帮到他的，就是让他看见，我没有被打倒，我过得很好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奔向那座小岛，我们才能回到各自原本的轨道，一切安好。爸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去欧市，就连听到欧阳的名字，你都会神经紧张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了。爸，你放心，在一切都错得离谱之前，全部都结束了。爸，我现在大排档经营的可好了，你快点醒过来，你醒过来看看我，好不好？
我听欧阳说，你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过错，让你和欧阳受苦了。欧阳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，他不想让你也去承受知道真相的痛苦，他宁可让你去恨他，所以他主动去找徐思雨，提出要和他在一起，还拜托我放过你，永远也不要来打扰你。可是小雅，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在我能说的时候，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。毕竟人生无常啊，别等到来不及了再去后悔。小雅，无论你接受与否，我还是你的爸爸，你和若楠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不想看见你们在外面漂泊受苦，我想把你们接到家里来，把我这么多年亏欠你们的，尽我所能的，全都还给你们。对不起，我有爸爸，他现在就在里面躺着呢。我一直在等他醒过来。这些年，我过得很好，没有漂泊，也没有受苦。我爸爸他很爱我，所以您没有亏欠我什么。我知道，可是爸爸想给你更好的生活，包括你的养父。我可以把他送到国外，给他最好的治疗。我想尽我所能的帮助你，我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。就像你们的妈妈，最终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却已经不在了。所以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叫她不在了？你们在泰国被绑架，若楠救了你们。后来那帮绑匪为了报复，把你母亲害死了。若楠，把你母亲的骨灰带回来了。我和若楠已经给她选了墓地。你们的母亲再也不用漂泊了。喂，我知道你现在住在欧家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把妈带出来，我想看她一眼。我就在门口等你。
你都知道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伤害他的人已经被当地警方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们。要不是为了救我们，你也不会惹上那些人。不怪你们，要怪啊，只能怪妈命不好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搬过来住啊？我一个人在这边每天都快无聊死了。你要是来了，咱俩还能做个伴儿。欧家有你一个人就够了。我还是做我的林美雅吧。因为欧阳，要是我肯定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美雅，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，你得走出来，多接触接触人，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还有啊，关于身份的问题，你也别死脑筋，什么时候都别跟钱过不去。你是没过过苦日子，你看我现在住的别墅，就是我打黑拳，我打一辈子，我打到死我也住不进来呀。我穿的、用的、开的车、背的包，虽然这些都挺没意思的，那也比没办法生活、被人家瞧不起强吧。再说，欧长林是你跟我的亲爹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跟我的，你得活得理直气壮一点。妈希望你这样做吗？那我听妈的。虽然现在苦一点，累一点，但是最起码赚的每一分钱，我心里都觉得很踏实。你怎么跟妈一样傻呀？林美雅，你是真没过过苦日子啊！你没挨过饿，没挨过打，没偷过，没抢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是什么生活。你不知道我跟妈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想象不到。你在这儿，好歹有个家，好歹有个健康的爹还能照顾你，你还能出国读书。我呢，要不是为了给妈治病，我可能借这么多高利贷吗？妈活着的时候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现在死了，有一块风水宝地可以安息，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呢？这本来就应该是她过的生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在我们还有彼此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两个就是世界上最亲的人。你不知道，当我知道我有一个亲姐姐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。你姐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以后我们两个要多见面。你要在这儿住烦了，就去找我。虽然我那儿破点儿、小点儿，但是还是很温馨的。我是姐姐，应该我照顾你。以后呢，要有人欺负你，就跟我说。你姐别的本事没有，打架还是挺厉害的。说说，
小雅跟欧阳分手了，你知道吗？小雅居然是欧长林的亲生女儿，这大概是我的报应吧。我为了钱，为了往上爬，在欧瑞身边像条狗一样的，到头来我以为什么都快有了。还是我想的太天真了。把您害成这个样子，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还把我最爱的小雅给弄丢了。这边我要贴上我的照片。行。谁比谁更虚伪，更无所谓。被冷眼嘲笑也会全身而退。小丑般过活的人啊，我们俩的照片都要贴在这边。行，咱们家姚总你说了算啊。黑暗的空间里独自颓废。你的照片都贴在右边，咱们俩的都贴在左边，那我的照片怎么办呢？将来你的照片就都贴在椅背上。凭什么我的照片要在椅背上？因为我要看着你。满世界的黑你遮光倒退。面具下是我言不由衷的罪，你的泪让我更痛彻这心扉。这场游戏一开始站错了队，我选择半途而废，在你面前含笑成灰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，叔叔？多想你可以醒着陪我说说话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找谁说这些，但是我也好怕，好怕你醒过来。拜拜。啊。
哎，欧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没来得及呢。要不是齐云告诉我，我到现在都不知情。不过他今天说，他要全力帮助欧瑞当上欧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是他亲口跟你说的吗？去问问小瑞吧，他应该知道。这饺子真不错，不错，多吃。不够呢，我再让他们做啊。还有这个烧麦，若楠爱吃烧麦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那也好吃，我想再去。好。哎呀，好久没这么热闹，这才是吃饭的气氛呢。你们要想吃什么呢，就跟厨房说，给你们做啊。谢谢欧巴。是啊。以前在家里吃饭，没有人讲话的。是吗？那岂不是很无聊？嗨，已经20多年了，习惯了，是吧，董事长？好了，我吃好了，你们慢用。阿姨再见。爸，梅雅来找过我，是问你妈妈的事儿。我找过她，我以为她知道你们妈妈的事儿，结果我说漏了嘴，她一时还接受不了。她早晚会知道的。我劝她搬过来住，但是她拒绝了。爸，我给我妈治病的时候，借了很多高利贷，利滚利的，变成了100多万。我在泰国遇到小雅的时候，本来欧阳是想给我钱表示感谢的，但是他的钱包被绑匪给弄没了。是黎东，他给了我100万，我才把债还上。我不想欠他的。你是不是想马上还给他？是。好，吃完了饭，我把钱给你，马上给人送过去，啊？谢谢爸。我应该谢谢你，你救了你哥哥妹妹。命运呐，您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有多凶险，这要不是我知道，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。破高跟鞋，要不是今天要见重要的人，老娘还猜不出来你呢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喂，你好，我是杜若楠。你在酒店吗？哦，杜小姐，你好，我现在在酒店呢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能去你办公室找你吗？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啊，可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你酒店的大堂。好。那这样，我现在让人去接你，咱们一会儿见，好吗？
吃早饭了吗？欧阳啊，若楠这孩子，自从住进咱家，你好像就没跟他吃过一顿饭，是吧？我明白，若楠虽然不是梅雅，但毕竟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想回避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爸，我记得你好像曾经有一个朋友，唤醒过深度昏迷的人。你跟爸爸想到一起了。你姨说啊，他们医院正在研究一个技术，对昏迷病人有帮助。哎呀，可惜他是在美国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带着林叔去美国，你能不能和他联系一下，这样林叔就多一丝希望。哎呀，他们那边现在是半夜，过几个小时我再打电话吧。欧阳啊，我现在担心的是梅雅，她能接受吗？爸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欧阳，徐洪山要请咱们到他家里去吃饭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你还是要去徐思雨吗？你可得要想清楚，不可以逞能，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欧阳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小子，李总，您的客人到了。你好，窦小姐，请坐。哎，慢点。脚没事吧？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，所以给你冲了咖啡。你看需要加糖还是加奶？啊，不用，这样就可以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实在太苦了。啊，没事。你这儿有可乐吗？冰的。没有，但是有水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天气太热，太渴了。对了，杜小姐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啊，有，正事。我是来还钱的，101万，里面多的1万是利息，没有密码。你还真的是说一不二哎！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这个钱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不需要还给我。哎呀，要的，在你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，这个钱是我借的。我杜若楠做事情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事一码归一码，我一言九鼎的，我一定要还的。老天冥冥当中让我救了他们，这是缘分。我救的也是我哥哥、我妹妹，也是你妹妹。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没外人，不用谢。嗓子最近有点发炎。不是一定要这么决绝的还我钱吗？当然了，一定的。啊，那我就缺齿不空了。稍等。这样，我给你打个收条。不用。
当然需要，这是规矩。经收到杜若楠小姐本金加利息101万，收款人李东。杜小姐，你看这样写可以吗？杜小姐，杜小姐没事吧？好看。什么好看？字写的真好看啊！真像吗？我打扰到你工作了吧？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工作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对了，那这2天要不要叫上美雅，咱们一块吃个饭吧？可以的，现在可以的，我有时间。不好意思，我说的是过2天，今天我还有工作，很抱歉啊。哦，确实这也不合适啊，今天还没到饭点。哎，对。要我送你出去吗？那我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收条。哦。哎。你有那么紧张吗？太丢人了！你不就是李东吗？你会打拳的呀！你打拳时候的气质跑到哪去了？俺既然来了，你最起码让他知道你是喜欢他的。这么好单独相处的机会，为什么要浪费？杜小姐，后面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来，哎呀，欧总啊，没出去吃啊，就是家宴。我也特别希望啊，有一天咱们2家吃一顿真正的家宴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老徐啊，说到这儿啊，我还真有点惭愧。原本我们早就该过来了。可今天才正式过来提亲，还让你们这么等着，思雨啊，委屈你了啊！没有，欧伯伯千万不要这么说。那婚礼准备的工作我们这边负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安排的妥妥帖帖的，让思雨风风光光的出嫁。放心，我当然放心啊。思雨啊，能够嫁给欧阳，这就了了我一桩心事啊！我这当爹的，这心里总算是踏实了。徐，来，老徐，你放心，思雨嫁过来，我们一定会对她非常好的。哎呀，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，就像看自己的女儿似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女儿，我可以很自信的说，我教育的还是很好的。她妈妈走得早，这些年啊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。哎，现在好了，又有一个亲妈来疼你了啊！你嫁过去之后，一定要懂事、孝顺，不能任性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爸。哎，来，老欧，来，吃菜。来，你呀，尝尝这个。来，好。
杜小姐，后面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太丢人了！你这个太丢人了！你是不是丢人吗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能不能别像个跟屁虫一样，让我自己待会儿？怎么着？李东把你给拒绝了？拒绝个屁呀！难不成他答应了？答应什么？答应跟你在一块儿。连我都不愿意跟我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更别说离东了。我恭喜你，你终于醒悟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还了个钱就回来了，连句喜欢人家的话都没说，就灰溜溜的走了，对不对？要真是这样就好了。那你都干嘛了？别问了，好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黎东是不可能喜欢你的，也就是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。为了你，我愿意上刀山下火海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孙子杰，你能不磨磨唧唧的吗？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过你了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拿你当哥们儿，明白吗？哥们儿。但是人都会变的。我就是变性，我也不会变心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赶紧去找个女朋友，别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身上。我永远都是你姐，你就是我弟。只要有我杜若男一口饭吃，我就饿不死你。别的别想。杜若男，我恨你。随便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我不能耽误你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流浪。别扯了，哥们儿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那你又不打算跟我在一块儿，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整天待在欧家白吃白喝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能为你找到工作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就不用工作了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工作？帮我盯着黎东，随时给我打报告。我要对他展开猛烈的追求。杜若男，你大爷！我怎么着也是个老爷们儿，你让我干这事儿，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呢！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再见。说吧，怎么定？一个月多少钱？